这节课呢，我要给大家讲一讲有关对称的问题。好，同学们看黑板。首先呢，我要说一说点关于点的对称。其实点关于点的对称，它的本质就是中点坐标公式的使用。我们看一下，它的本质是中点的坐标公式。有一个点 P， 它的坐标是 x1，y1， 它关于点 Q。x0 y0 对称的那个点，那么就把点 P 和点 Q 连接，并把它延长到 P 撇的位置，使得 PQ 等于 QP 撇。那么点 P 撇的坐标呢，它是 x2y2 啊，所以呢 Q 显然就是 PP 撇的中点。根据中点的坐标公式 ，x0 等于两个端点的横坐标相加 ，y0 等于y1加 y2。所以呢，它关于点 P 关于点 Q 对称的这个点，我们需要把 x2y2 求出来。那么就把2乘过来，把 x1 移过来，也就是 x2 等于2倍的 x0 减去 x1。同样道理，区分母两边乘以2，y2 它就等于2倍的 y0 减 y1 啊。这就是点关于点的对称，它是中点坐标公式的使用，这个比较简单。题呢我们就先不做了，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啊。下一个对称呢就是点关于线的对称，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对称形式。点关于线的对称，我们好多题都要用到。这是一个点 P， 它的坐标呢我们是设为 x1y1， 有这样一条直线 L。它的方程是 ax 加 by 加 c 等于0。什么叫做一个点关于一条线对称呢？就是经过这个点，向这条线做垂线，并把它延长到 P 撇，使得点 P 到这条直线的距离和这个点到 P 撇的距离，它俩是相等的。它的坐标是 x2y2， 那么这就叫做点 P 关于直线 L 的对称点 P 撇。那么它这种对称呢，体现了两条。第一条呢是两个原来的这个点和它关于直线对称的这个点所得到的这条直线和原来的这 L 直线是互相垂直的，所以它们的斜率呢，直积就等于-1，因为两条直线互相垂直了，斜率有关系，互为负倒数，斜率直积等于-1。还有一点呢，就是这种对称又体现了中点。那么点 P 和点 P 撇这个线段的中点，我们把它叫做点 M， 它的坐标和两个端点的坐标有关，两个端点的坐标相加 x1 加上 x2 除以 2，y1 加上 y2 除以 2， 而这个中点恰好是在直线 L 上，所以中点的坐标就满足 L 直线的方程。于是我们又得到第二个方程，所以呢，这两个方程一联立，我们就可以把对称点 x2y2 求出来。好，接下来我们看一道题感受一下，因为公式呢它比较抽象。我们现在看一下题，已知点3逗0关于已知的这条直线对称。那像这种问题呢，我们只要抓住了对称的根本，不一定非得建系不一定要建立直角坐标系，在直角坐标系当中去描述点和直线，我们就画一个示意图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大大的就提高了做题的速度比如说3逗0，它就在这儿，这条直线是 x 减 y 加3等于0。它
关于这条直线，我给它取个名字叫点 P。关于这条直线对称的这个点，就是经过点 P 向 L 直线，它叫 L 直线，向它做垂线，并且延长，使得这两个线段一边长，它的对称点叫做 P 撇。我们要求这个对称点的坐标，暂时我把它的坐标设为 M 逗 N。好，那么这种对称这种几何特征它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呢 ，P 撇和 L 直线是垂直的，所以呢，我就把 P 撇这条直线的斜率求出来，纵坐标之差 n 减0除以横坐标之差 m 减3。而 L 直线的斜率呢，我们把它画成斜截式 y 等于 x 加3，显然 L 直线的斜率是等于1的。由于它们俩是互相垂直的，那么 m 减3分之 n 乘以 KL 它是等于-1的。这个对称还有另一点，就是 P 撇它的终点恰好是在 L 直线上，这个线段的终点的坐标和两个端点有关，3/2加 m，2/0加 n 是这个线段的终点，它恰好在直线 L 上，所以这对坐标满足直线 L 的方程。那么我们就会得到，把它带到方程当中，2/3加 m 减去2/n 再加3，它是等于0的。我们要求 mn 点 P 撇的坐标，两个方程就可以解决了。好，第一个方程我把它化简一下 ，n 就等于-m 加3，把它整理成 n 加 m 减3等于0。这个式子呢，每项都乘以2，3加 m 减 n 加6等于0。再继续整理继续整理变成 m 减 n 加9等于0。那么这个是方程1，这个是方程2，方程1加上方程2，正负 n 就约掉了。2m 加6等于0，2m等于-6，所以 m 就等于-3。把-3带到这里来，-6移过去 ，n 就等于6。所以呢，对称的这个点，它的坐标就是-3逗6这个就是点关于线的对称。记住两条，互相垂直，斜率有关系，终点的坐标在已知的直线上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下边的这道题，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将一张坐标纸对折，如果点0逗 m 和点 m 减2逗2这两个点是重合的，那么沿着拿一张纸对折两个点之后是重合的，显然呢，这两个点是关于这个折线对称的。我给这个点取个名字，把它叫做点 A， 把这个点叫做点 B。点 A 和点 B 是关于这条折线对称的。那么让我求的是另一个点这个是负4逗1的这个点，关于折痕对称的这个点怎么求？好，点 A 呢，它的坐标是0逗 m， 我们画一个示意图就可以了。这个就是那条折线沿着它对折，那么把它叫做 L 直线，点 A 向它做垂线，并且延长，
使得这两个线段一样长。那么对称点叫做点 B， 它就是 m 减2逗2啊，因为这两个点重合了嘛，所以呢，它们俩是对称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求出 AB 的中点，两个端点相加除以2，2分之0加上 m 减2，这是中点的横坐标。2分之纵坐标相加，这是 m 加2，这是中点。中点的坐标显然呢在这个直线 L 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 L 直线的斜率，因为直线 AB 和 L 是垂直的，我首先把直线 AB 的斜率求出来。纵坐标之差 m 减2除以横坐标之差0减这个代数式，那就是负 m 加2，这是直线 AB 的斜率。L 直线跟它是垂直的 ，L 直线的斜率就是它的负倒数，所以我把它变化一下，变成负的，上边 m 减2不动，下面呢就也变成了 m 减2，那么它的斜率呀，整理完了是负1，显然 L 直线的斜率是它的负倒数，它就等于1。现在呢 ，L 直线的斜率我们也知道了 ，L 直线的斜率我们知道了 ，L 直线还经过了这个点AB 的中点，所以 L 直线的方程我们就可以用点斜式来表示，那就是 y 减 y1 2分之 m 加2等于1倍的。x 减 x1 x 减去2分之 m 减2，整理一下，每一项都乘以2，2y 减去括号 m 加2等于2x 减去括号 m 减2，2y 减 m 减2等于2x 减 m 加2，负 m 就约掉了，所以呢，每一项都除以2。y 减1等于 x 加1，于是我们就得到直线的方程 x 减 y 加2等于0，这个就是直线 L 的方程。直线 L 的方程我们知道了，那么重新再看负4逗1的这个点，我们把它叫做点 P，这样一个点。这是直线 L， 方程是 x 减 y 加2等于0。那么点 P 关于这条直线对称的点我们把它叫 P 撇。P 撇的坐标暂时用 mn 来表示。那么又提到点关于线对称，很显然呢，P 撇这条直线的斜率和 L 的直线斜率之极是等于负1的，所以我们要求 P 撇的斜率，它是纵坐标之差 n 减1除以横坐标之差 m 减负4 m 加4。L 直线呢，它是 y 等于 x 加2，KL 它是等于1的。所以 m 加4分之 n 减1乘以1等于负1，它们俩的中点呢，2分之负4加 m 就是 m 减4，2分之 n 加1，这是中点。中点显然在 L 直线上，所以呢，把这个中点的坐标带到 L 直线方程当中。2分之 m 减4减去2分之 n 加1再加2，它是等于0的。解这个方程组就可以了。这个方程组很容易，乘以1就无所谓了，把它乘过来。n 减1等于负 m 减4，所以呢 n 加 m 加3就等于0，都移到左边。这个式子呢，我们也快速的整理一下，每一项都乘以2，m 减4减 n 减1加上4是等于0的。
所以我们就得到 m 减 n 正负式就约了，减1等于0。这是方程1，这是方程2，两个方程一相加，正负 n 就约了。2m，3加1是2，2m 等于负2啊，3减1是2，所以 m 就等于负1，把负1带到这里来 ，n 移过去，负1负1负2，所以 n 就等于负2。那么负式逗1这个点，关于那条直线，关于那条折线对称的点，就是负1逗负2啊，这就是点关于直线对称。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道题。事不过三嘛，我们做3道题左右啊。复杂的呢，我们还可以再多做1、2个，就会把这个知识点理解透彻。好，我们快速的看一下下一个题。下一个题呢，在等腰四角三角形 ABC 当中 ，AB 等于 AC 等于4，点 P 是边 AB 上异于 AB 两个点的一个点，光线从点 P 出发，经过它们反射又回到。这道题果然比较复杂。好了，首先呢，我要画一画图。这个图啊，等腰四角三角形 ABC。我们看，这就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ABC。AB 等于 AC 等于4，A 是直角顶点，点 P 是 AB 边上异于两个端点的一个点，那么我就随便的找一点，比如说这是点 P， 点 P， 光线从 P 点出发，经过 AC 反射，显然呢，它是照到了光线从点 P 出发，照到了 AC 这条线上，这是发现，然后经过它反射反射的光线。又照到 BC， 这又是发现，然后又经过 BC 反射，这是反射光线。对于 BC 来说，它是入射光线，又经过反射，然后又回到点 P， 反射点为 Q 和 R， 反射点是 Q 和 R， 这是点 Q， 这是点 R。我们根据题中所说的，把图画出来了。那么光线 QR 这条直线，它是经过三角形 ABC 的重心的。好，提到了三角形的重心，什么叫重心呢？3条中线的交点就是重心。重心的坐标怎么求呢？重心的坐标就是3个顶点的坐标之和除以3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怎么办？接下来我要间隙。以 AB 为 x 轴，以 AC 为 y 轴，如此建立直角坐标系。点 A 是坐标原点0、0，点 B 的坐标是4逗0，点 C 的坐标是0逗4。点 P 的坐标现在它不确定，因为我们是随便的找的一点 P， 所以点 P 的坐标呢，我先用 x 0逗0来表示 x 轴上的点 y 是0。好。那么重心的坐标我现在就可以求了。三角形 ABC 的重心我用点 G 来表示。那么点 G 的坐标怎么求呢？点 G 的坐标我先写成 m 逗 n 吧。所以 m 就等于3/3，点 A 的横坐标是0，点 B 的横坐标是4。点 C 的横坐标是0，所以它就等于4/3。重心的纵坐标呢，3/3，点 A 的纵坐标是0，点 B 的纵坐标是0，点 C 的纵坐标是4，所以它呢也是4/3。所以点 G 的坐标就被我找到了，它是4/4逗4/4，这是重心的坐标。
好，接下来我们看啊，那么它让我求的是 AP， 求的是 AP 的长，它显然呢就是让我求 x0。要求一个未知数的值呢，我们当然要找等量的关系，我们要找方程。那怎么找方程呢？就要抓住几何特征，把几何特征用式子表达出来，就会出现方程。好了，那么入射光线和反射光线呢，它是具有突出的几何特征的。我们首先看这个点 P 关于 BC 这条直线对称的这个点，我们把它叫做经过点 P 向 BC 做垂线，并且延长，使得这段线段和这段线段一边长。那么它关于 BC 对称的点，我们就把它叫做 P2。根据对称的性质QR 这条线它一定是经过它的延长线，一定是经过 P2 的。它的延长线是经过 P2 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设 P2 的坐标为 A 逗 B。BC 这条直线呢，在 x 轴上的截距我们知道，在 y 轴上的截距我们也知道，所以 BC 这条直线我们就可以直线方程可以写出来，设 BC 设直线 BC 的方程为 x 比4加上 y 比4是等于1的，也就是 x 加 y 减4等于0。BC 的这条直线方程我们就写出来了。它写出来之后，点 P 关于 BC 对称的这个 P2， 它的坐标我们就可以求了。首先呢KBC 它是等于-1的，那么 KPP2 它等于纵坐标的差 b 减0除以横坐标的差 a 减 x0。由于它和 BC 直线是互相垂直的，于是我们得到两条直线的斜率之极 a 减 x0分之 b 乘以-1，它是等于-1的。好，点 P 和点 P2 这个线段的中点是2分之 x0 加 a， 2分之0加 b。这对坐标是满足 BC 这条直线方程的，所以我把这对坐标带到它的方程当中。于是呢，2分之 x0 加 a 加上 y 是2分之 b， 然后再减4就等于0。我就列出了两个关于 a 和 b 以及 x0 的方程。好，我们把它化简一下， b 就等于 a 减 x0， -1约掉了，它就是1，把它乘过去。这个式子呢 x0 加 a 加 b 减去8等于0。把 b 的这个代数式带到这里边来，我们消元，所以就得到 x0 加上 a 加上 b 换成 a 减 x0， 然后再减8等于0。那么正负 x0 约掉了， 2a 就等于8，所以 a 就等于4，我们得到 a 等于4。把 a 等于4带到第一个方程当中，于是我们就得到 b 等于4减 x0。a 也知道了 ，b 也知道了，显然点 P2 的坐标就是4逗4减 x0， 点 P2 的坐标被我们找到了。好，接下来呢，其实我要求 x0， 我就是要建立以 x0 为未知数的方程。现在呢，我还没有得到 x0 的方程，所以我要继续往下做。
接下来我们再看光线啊，这个 QR 除了经过 P2 以外，点 P 关于 BC 的对称点 P2 以外，那么它还经过谁呢？点 P 关于 Y 轴的对称点，我们把它叫做 P1。它关于 Y 轴的对称点，它的坐标啊，就是它的相反数是负的 x0 逗0。所以 QR 这条线把它延长，它也经过 P1 这个点。根据反射的这个道理，它也经过 P1 的这个点，所以我们就得到啥了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就得到了点 P1、点 P2，我们就得到了3个点是共线的，以及点 G 这3个点是共线的。为啥这3个点是共线的呢？因为题中说了，光线 QR 经过了它的重心，它的重心就是 G。QR 又经过了三角形的重心 G， 又经过了 P2， 又经过了 P1， 说明这些点都在同一条直线上，而我们只需要知道点 P1、点 G 和点 P2 共线就行了。因为 P2 的坐标里边是含有 x0 的代数式， P1 的坐标它里边呢也是含有 x0 的代数式，而我要求的呢就是 x0， 点 G 的坐标还是已知的，它是4/3逗4/4。那之前我们就学过，如果点是共线的，我们就可以把它转化成每2个点表示的这个直线的斜率是相等的，所以呢，我们就会得到KP1G 一定是等于 KP2G 的。用这2个点表示直线的斜率和用这2个点表示的直线的斜率，它都是同一条直线的斜率，斜率相等，所以我们就表达一下吧。P1G 纵坐标之差4/4减0 4/4，横坐标之差4/4减负的 x0， 那就是加 x0， 它等于 P2 的坐标是4逗4减 x0。它们俩表示的斜率，纵坐标之差4/4减去4加上 x0 除以横坐标之差4/4减去4。在这个方程当中，只有 x0 不知道，那么我们就把 x0 求出来了。x0 求出来之后 ，AP 就知道了。所以呢，它依然是抓住几何特征，几何特征是题眼。那么它的特征就是入射光线和反射光线。它们这个呢，它是反射光线，这个相当于入射光线。这个点关于这条直线对称的那个点，它一延长一定是经过这个点的。同样的道理 ，QR 的延长线也一定是经过点 P 关于 Y 轴的对称点的，这就是这道题的关键。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解这个方程就可以了。这个方程大家自己解一下就行了，因为它太简单了，就是个一元一次的方程。好，这节课呢，我们就把点关于点的对称，点关于线的对称给大家讲了。点关于线的对称，我们做了几道题。好，我们再看一下下边的这个特别的，当对称轴的斜率为正负1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类比关于 y 等于 x 的对称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1,3象限角分线这是 y 等于 x。关于这条直线对称
和关于 y 等于负 x 二势象限角分线对称啊，这样的对称呢，我们很容易得到结论。那如果直线并不是1、3象限角分线，它只是斜率等于1了，那么关于这样的直线对称，我们就可以类比关于 y 等于 x 的对称问题去做啊，那么问题就会变得简单。好，下边呢，它有一个小题，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小题是怎么关于类比那个对称的。好了，我们看一下这道题，一豆山关于 x 加1，关于 y 等于 x 加1的对称点，它是啥呢？很显然，它的对称点，如果一豆山关于 y 等于 x 对称，那么就是把 x 写成 y， 把 y 写成 x。我们在高一阶段学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是一对互为反函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以一豆3关于 y 等于 x 的对称点，它就是3豆1。那么它关于 y 等于 x 加1呢，它的对称点，那么它就是3减1豆1加1，也就是对称点为2豆2。好，这节课呢，我就把点关于点的对称和点关于线的对称都给大家讲完了。下节课我们要继续给大家讲线关于点的对称。这节课给大家留3个作业题，同学们看黑板啊，这是第一题，这个是第2题，这个是第3题。写完了之后，要想得到答案，可以跟老师索要答案。